在海里游过泳的人都知道，容易遇见怪物，而男人偏偏不信这个邪，结果下一秒就被顶上了天。只见他抄起小刀刺向了怪物的眼球，紧接着他又攻向了另一只巨兽，直接顺着怪兽的肚皮将它划成了两半。这时最后一只海兽从水底穿出，直接将男人吞进了肚子。片刻之后，他又从怪物体内杀了出来。他就是一代战神贝奥武夫，此后整片大陆到处都流传着他的传说。这天，丹麦国王宴请群臣，歌颂着他当年屠龙的丰功伟绩，豪横地挥洒着金银财宝。然而就在众人狂欢之时，大门被一股神秘力量撞成了碎片，屋内的灯光也瞬间熄灭，伴随着一团蓝色的幽灵火焰，一个巨人小孩赫然出现。他对着这群小塔拉就是一顿疯狂的攻击，女人当即被吓愣在原地，撕心裂肺的尖叫让怪物都难以忍受，他只能双手合十，以此来让女人闭嘴。小兵们纷纷拿起武器反抗，可在巨人小孩面前，他们就如蝼蚁一般渺小，根本不能伤其分毫。眼看群臣们纷纷丧命，这时国王站了出来。面对国王的挑衅，巨人直接来到了他的面前。可奇怪的是，巨人并没有对王下手，而是像孩子一样叫唤着离开了这里。国王为了消灭这个怪物，当即派遣小兵找到了战神贝奥武夫，想请他来降妖除怪。听说有怪兽打，贝奥武夫也是豪爽地应了下来。当晚他们再一次举行宴会，以此来吸引怪物。很快门外就传来剧烈的敲击声，众人不以为然，还以为是哪个小兵被关在了门外。光头立马上前开门，结果下一秒就直接被撞飞。同样是伴随着蓝色火焰的燃起，怪物再次出现。士兵们见状一拥而上，结果怪物抓起一个虾兵，当即就干翻了几人。这时光头拿着大宝剑从一旁袭来，一刀砍在了怪物头上。没想到这货居然刀枪不入，即使光头使出浑身解数，也未能伤其分毫，还被怪物一把抓住了脖子。这时暗中观察的贝奥武夫终于要出手了，没想到上去就被怪物抓住了双手。然而他也因此发现了怪物的弱点是耳朵，他根本受不了强烈声音的刺激。紧接着贝奥武夫跳在怪物身上，不断挥拳攻向他的耳朵。随着他不断的进攻，怪物也在不断的缩小。小巨人眼看不敌，立马选择了逃跑。可下一秒贝奥武夫就迎面而来，铁链直接缠在了怪物手上。危急关头，他只能选择断臂逃生。奄奄一息的小怪物回到了山洞，但由于受伤过重，他一头栽进水中，当场饮恨西北。这时他身边竟出现了一双手臂，这便是小怪物的母亲。他发誓要给儿子报仇雪恨。而另一边，国王正在举办庆功宴，他将象征着荣耀的龙角杯送给了贝奥武夫。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。